听说贵寺近来接连遭到日军袭扰，王师长担心寺里您和其他人的安危，所以特派傅某前来问候。哦，王师长日理万机，还挂念着我们出家人，老衲万分感激。方丈，傅某今日前来是有要事相求啊。好，请讲。现在这白塔寺寺中有大批难民入住，如果对日寇不加防范，一来是僧众们的生命不保，二来几朝的佛宝恐怕要被日寇掠夺焚毁。那副团长的意思是，日寇对寺内的佛宝垂涎三尺，上次寺门前的挑衅滋事，就是证明这是日军的一个阴谋。幸亏方丈万分忍让，日军才没有得逞，不能趁此机会进寺，明目张胆的抢夺。老衲自打入了佛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可是这白塔寺有几百年的历史，不能毁在老衲的手上啊！王师长知道方丈爱国护教，又听闻寺中有几名武艺高强的僧人。王师长的意思是，想请寺中僧众成立一个护卫队，一来可以保护寺中的佛宝，二来可以保护僧众的安全。副团长，这恐怕有些不妥吧？在寺庙里打打杀杀，这菩萨是要怪罪的。方丈，恕傅某直言，我也希望佛法能保护一切苍生，化解世间一切矛盾。可是你想想，看看这个世界，你的这个想法恐怕是天方夜谭呐。隊長、例の坊主たちは言語とし、西軍にも邪魔されたし、本国からゲルムシ10人を呼んで、我が皇軍に協力させ、円月と駆け引きよ。彼らその腕あるか？彼ら呼んでやってみよう。师傅，金子啊，怎么没有化到缘啊？师傅，我们经过台怀镇的时候，听说法华寺西坡的一位唐代高僧的墓葬被盗，里面的一尊释迦牟尼金佛像也被盗贼掠走。真是岂有此理！战乱频频，却还有人在趁机发国难财。那么方丈，你们继续谈吧，静云就告辞了。阿弥陀佛。台怀镇一向平安无事，现在却屡屡有墓葬被盗，这一定是日军干的。这一带的老百姓一向尊崇佛教，不可能是他们盗挖墓葬。老乡们也怀疑日本鬼子干的。你马上去通知监寺和务臣禁绝到我禅房来议事。是师傅。是师傅。法华寺唐代高僧的墓被盗，看来日本人已经动下手了。咱们寺组建护寺自卫队，大家看有什么意见？那好，大家既然没有意见，那自卫队从今天开始组建。师傅，敬此以为，还是不建自卫队为好。杀戒乃佛门5戒之首，一旦组建了自卫队，我寺僧众就要犯下杀戒。方丈，我等出家
皈依佛门，本身都是一心向佛的，对于这尘世之事是可以不闻不问的。若要介入俗世争斗，恐会招致六根未净的非议。可是如今一心念佛，不遇世事，已不能普度众生，难乎？不难乎？两难乎？好了好了，不要再争执下去了。老衲已经考虑了数万，如今国家遭难，百姓流离失所，我等要安心念佛，已经是奢望之极。佛者，觉也。我等救护众生，保卫国家，也算是绝了真理了。老衲个人的意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犯杀戒。阿弥陀佛。凤姐，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看啊，你这鞋底子还没纳完呢，这手啊就都成马蜂窝了。你也知道我这是头一回做鞋嘛，以前在家里啊，俺娘都是让别人去做的，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些活儿。没想到会这么难，不过呀，我一定会学会针线活了。我看啊，还是我帮你做吧。啊，那不行，这鞋是我给我男人做的，你怎么可以帮我啊？看我的，我就不信我做不好，这不帮就不帮。手艺不错嘛，啊，师傅，你就看我的吧，我这个大刀片子，把狗日小鬼子的脑袋都给他砍下来。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哎，干嘛你？志成，志成，把刀还给吴尘。我不。鲁志成，出列。凭什么呀？白塔寺自卫队只允许本寺僧人参加，你只是本寺的杂役，不能参加。哎，监寺，
这刀都是我打的，凭什么不让我参加自卫队啊？啊，打刀的时候有我的份儿，动真格的时候就没了，凭什么呀？凭什么？这是方丈定的规矩。啊，请你马上离开，不要影响了自卫队的首次点验。竟然静远在。哎，干嘛？别动手！监司让你走的，别捣乱了。监司让我走就走啊？待遇你们这么好了，平时给你那么多好吃的。别提了。行了，监司，我知道，在咱们这寺里边，靖远的力气最大。那这样，今天我跟靖远比力气，我跟他比力气，比赢了我留下，比输了我走人。别吹牛了，这白塔寺里谁不知道我的力气最大啊？就是，比就比，比什么？你别吹牛啊！大伙儿看看，咱就比这个啊，比就比。志成啊，你行不行啊？去，别起哄。监司，我就搬他，看谁搬得远。不许胡闹，志成。哎，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你？起来了！哎呦，起来了！起来了！好！哎呦，厉害！厉害啊！动不动！真有我！好！竟然上这！洪门斗什么法呀？乌烟瘴气！加油啊！加油！来！在大声喧哗！使劲啊！方丈，是靖远他。方丈，这不算。方丈，志成刚才是在跟靖远师兄比力气。我说了，比赢了我就留在自卫队，比输了我就走。志成求方丈了，让我加入自卫队，我要去杀鬼子、杀汉奸。自卫队是为了守护寺院、保护灾民的，不是为了杀人的。你的烦心太重。既然你不是本寺的僧人，你就不要参加了。方丈，就算是护寺，志成也要参加。志成，求方丈为我剃度，那样我不就可以参加自卫队了吗？志成，你生性鲁莽，如果入寺为僧，恐怕要给白塔寺带来灾难。方丈，弟子改还不行吗？我说话算数。进寺以后，我好好练武，好好修行，保护咱这白塔寺，保护老百姓。志成啊，我知道你有练武的慧根。既然你一定要参加自卫队，那好，我就收你为白塔寺的俗家弟子。但是你要记住，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家比个高下。弟子记住了。精进持境界，犹如不明珠。信为能入，戒为能度。好好手持，方能修成正果。我赐你法号为净明。阿弥陀佛，多谢方丈。来，哎呀，这个，哎好，来，给你。到这边来，快点。看病请找医生，这里是院长办公室。我看吊先锋，外面不能看。
病了几年了？胎里带。请坐。你终于来了，怎么这么晚才来接头啊？一直没什么进展。华严经虽然找到了，但我怀疑不是真品。青龙偃月刀，自从上次日本人闯寺之后，明空把它转移了，到现在我还没找到。不过，现在寺里的一个叫静云的日本僧人有问题，四处游方，说是日本唐招提寺出家的。你派人让军统北平站或上海站通过日本的派出机构查一下，唐招提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好，我记下了。戴老板那边希望你抓紧行动。好，请戴老板放心，我会尽快静云法师，你怎么也在此练功啊？啊，见过剑寺。既然您不让我入自卫队，我只能自己练了。哦。你看这静云大师，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啊！大伙跟着雾因雾果好好练功，不要学了旁门左道，这是本寺自卫队的规矩，听见没有？好好练功。好了，练功了，练功了啊！练功了。哎，万凤姐，你这是要干嘛去啊？给他送鞋子去。送鞋？鞋子刚做好就给人家送去啊？那是当然的了。我那天看到他的那双鞋啊，破的脚趾头都看到了。我又刚刚做好，第一时间给他送过去。那好吧，反正天色也不早了。哎，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哎，不，我这事儿肯定自己去。哎呀，去去去去，小家子气。哎，静明啊！哦，杰斯好。哎呀，静明啊，啊，你看你这脚，静明啊，你现在已经是白塔寺的俗家弟子了啊！你看你这露着大脚趾头，你看你这破衣裳多不体面呐！本来挺精神的小伙子，哎呀，杰斯，你想说什么呀？上裤头师傅那儿领一套新的啊，就说我说的。这还能领新的呢？能啊，去，快去吧。好，谢谢杰斯师傅。没事。你怎么出家了？对，我是出家了，这下你死心了吧？谁让你出家的？赶紧回去还俗！你还有完没完呢？
你这人没良心啊！我为了给你做钱，把手指都给弄破了，你居然出家，你混蛋你！你看，哎呀，你快去还俗啊你！回去，听见没有？去，看什么看？回去，走了。天子说了，寺有寺规，本寺不缺邪妄，施主请回吧。师傅，好好念经。是。师傅，我已经想好了，我从今以后要削发为尼。我想过了，我不想再看到那些臭男人，他们都是狼心狗肺。师傅，出家是一件大事，你不要一时冲动。师傅，我不是一时冲动，我杨万峰已经想好了，请你帮我削发为尼吧。世间道路千万条，修行佛门无限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家得道的。你六根不净，凡心未了，还是不要出家的好。万峰姐，阿弥陀佛。师傅，要是你不帮我剃度的话，那我只有死路一条。罪过，罪过。师傅，妙姐请师傅答应，就收杨万峰为徒吧。我答应你，带发修行。如果你真想皈依我佛，到时候我再帮你剃度也不迟。阿弥陀佛，谢谢师傅，我会皈依我佛，绝不反悔。谢谢师傅。阿弥陀佛。訓練始め。引き分けた。俺と平手になる。どかこい。みんなのこと。浅見、お願いしまする。はっ。隊長、お手紙です。宝探しに行っている。寺には宝を守る自衛隊がある。気をつけろ。同伴すると。そっちだろう。志成啊，给我到镇上去买10几斤盐回来。晚上炒菜我要用，快去快回，别忘了吃饭啊！下午咱们还得训练呢。好嘞。给我。什么？钱呢？什么钱？啊，买盐的钱，什么钱？哦，来拿。来呀，自个儿拿。哪儿呢？这儿，还是这儿啊？哪儿？瞎摸傻。
师傅，这不是你说的吗？寺里的钱得省着花，我还以为你都穿到肋骨上呢。钱呢，都在这儿了啊。师傅就是师傅，多谢师傅教导。干嘛那么小心？多了还给你不就是了？是。哟，哎，妙杰师傅，我怎么得罪你了？哎，这怎么不是杨万凤换成你了？万凤姐就是被你给气的，3天都没吃东西了，现在还发着高烧呢。哦，哎，你都没有一点反应呢？啥反应？他现在都气得要皈依佛门了，你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被你害的，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出家当尼姑了，哼，脑子糊了。哎呦，这位爷要点什么呀？来碗酒。哎，好嘞。来，您先喝着。怎么样，我的酒好吧？您还要点其他什么吗？嘿，您说话呀！您到底要点什么呀？哎，你是不是白喝我的酒啊你？哎，你嚷嚷什么呀？你，那，哎呦，这么多钱啊！得，这位爷，您到底要点什么呀？拿酒。哎，好嘞。您的酒嘞。陆志成，我不会放过你的。这小子怎么还没回来？连自卫队的训练都不去参加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行，我得找他回来。嘿，我让你买的盐呢？盐。哦许，算我倒霉，怎么找了你这么个人去买盐？来，哎。
务臣。监司。哎，你这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啊？鲁智成怎么了？是不是喝酒了？他脚崴了啊，脚崴了。来，我看看。好你个务臣呐！啊，他寄居在白塔寺，就得守白塔寺的规矩，啊，他破坏了五戒，反倒饮酒成性，成何体统？走，给我见方丈去。监司，志诚啊，他是初犯，您就饶了他吧。初犯？哎，务臣，你护他一并罚。哼！これは造品楼の地図だ。前回墓地に変装した兵士たち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関元金はその3つ目のタンスの中にある。今は別のところに転送し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ここは墓地の部屋だ。前回ここで死ぬ縁付きと発見した。間違いなければそのもの同じところあると思う。でも具体的にどこにあるかどうかまだわからない。続けて探せ。はは。出発ぞ。はは。走，去禁地吧。是，师傅。臭小子，你不会喝酒还喝酒啊？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啊，都绑了半天了。你看看，手勒成这样，啊，这样啊，你先躺会儿，等会儿天亮监司来了，我再把你松开啊，听见没有？啊，这臭小子！你俩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没有啊，没有啊。最近寺院可不太平，你俩要盯紧一点。好，明白了。你们俩去那边巡逻。好，我们来这边。哎，大师兄，我听说那个鲁智诚喝多了，在方丈前面受罚呢。咱们俩去逗逗他吧。啊，你想找人骂呀？哎，没关系啊，走吧。啊，走吧。师傅在里面吧？哎，志诚，醒醒！哎，走，巡逻去。
师傅房间肯定有人，走。什么人？走！走，去看看。好。别跑！小鬼子！师傅，剑子在上面给我们发信号了，上面可能出事了。不要惊慌，抄写血经是第一要事。就是天塌地陷，你们都不能离开此地，知道吗？是，师傅。哎呀，这血精啊血精，这关键是，志成，不许追！哎呀，阿弥陀佛！来，幸好都没有大碍呀。静远，哎，师兄，你来扶一下。好。静远，赶快把了尘师傅拿来的外伤药给大家疗伤。哎，剑色，你们几个把那动弹不了的赶快抬进屋里去，快！是，好了，来。いい切り身だ。いいぞ。毛を吹けば切れる。さすが宝物だな。清流縁付きとその利物は必ず天皇陛下に喜ばせる。はい。今回の行動失敗したけど、でもお前ら全員無事故でよかった。感心する。私は感心している。この範囲君が人を出して日本に送る。天皇陛下の重賞をみんな待ってる。はい。
らはますますと頑張ってくれ。我々の武士道の精神でお寺の宝をどんどん取ってこい。はい。敬明此次力挫强敌，护刀有功。青龙偃月刀是我们白塔寺镇寺之宝。我的意见是，让敬明来护这把刀，你们意下如何呀？方丈，万万不可呀！青龙偃月刀是白塔寺镇寺之宝，历来都是由寺内各任方丈保管。敬明只是白塔寺的俗家子弟，更何况他生性鲁莽，让他担当如此重任，我看并不妥当。监寺，您是知道的，这青龙偃月刀历来都是在新刀主入寺后，就由师傅亲自手刀。更何况，这敬明在因缘巧合之下，已经练习了全套青龙偃月刀刀法。这功力说不上有10成，但已经十分了得。这次如果没有他拼命从日本人手里夺回青龙偃月刀，这宝刀估计就在日本人的手里了。依我所见，这把宝刀交给他使用，合情合理。护刀是自卫队的责任。好了好了，别争吵了。青龙偃月刀的事，以后再议吧。我担心的是，日本人贪婪成性。上次没有抢到青龙偃月刀，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顾辰啊，你不想让众僧知道你身怀绝技，可是这次你得亮出来。我希望你带领自卫队训练，以御外敌。是，师傅，我一定带领悟因、悟果2位师弟，带领大家训练。自卫队现在群龙无首，鲁智成的刀法出众，又护刀有功。我看自卫队队长之职就由他来担当吧。方丈，我看这样做恐怕不妥吧。我想啊，咱们就不如来一个比武夺帅，谁的刀法第一，谁就来当这个自卫队的队长。将来咱们再按照寺规，让青龙偃月刀自己选定刀主。到时候，青龙偃月刀再由方丈您亲自赐予他。一来呢，可以加强自卫队的实力；再者，众僧们也都能心服口服啊。好，不妨就按这个办法来。那好，那就来个比武夺帅。万凤姐，你好些了吗？多亏了师傅的药，我现在好多了。哎呀，慢点慢点，来。哎呀，没事儿。万凤姐，你别生气了。前天啊，我下山去买东西，结果看见那个负心汉了。当时啊，我还瞟了他一眼，替你出气了。别再提他了，现在他是和尚，我是尼姑，谁也不用想什么。和尚？我看他一点都不像和尚，哪有和尚穿着俗家人衣服的？对了，当时啊，他还拦住我问我，他说杨万凤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我当时就说，我说杨万凤出家了，当尼姑了。他当时就傻在那儿了。那这么说，俗家弟子是什么意思啊？俗家弟子就是说，在我们的寺庙里找了一个皈依的师傅，但是呢是在家里修行的。那俗家弟子可不可以成亲啊？当然可以了。俗家弟子啊，主要是在家修行的，都可以过普通人的生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俗家弟子。哼，臭小子，敢骗我！哼，你别着急呀，你的病还没好呢。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白塔寺问一下。哎呀，不行，我是急性子，心里不能憋着东西，我要赶紧去白塔寺问问他。哎，等一下，你先别着急，
坐下，你先坐下。干嘛？你的病还没好呢，出去了要着凉了怎么办呀？来，我给你带上。阿弥陀佛。啊，方丈，贫僧听说昨晚寺中有日本人来盗抢佛宝，损失巨大，所以特来问候方丈。财源法师，请坐。寺里没丢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听说寺里的镇寺之宝《华严经》被盗了，难道又失而复得了？上次几个日本假和尚闯寺以后，老衲我已经命人换上了一套僧人们自己抄写的经书。那太好了，那贫僧就放心了，真是为我佛庆幸啊！方丈，方丈，阿弥陀佛啊！方丈，贫僧告辞了。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方丈，昨天夜里来盗宝的真是日本人？是。阿弥陀佛，贫僧真是感到羞愧啊！净云法师，你的心情老衲理解，请不要自责。中华民族是一个爱憎分明的民族。方丈的宽容令净云更加汗颜呐。净云碰到寺里的同修们，也深深感到愧疚。方丈，贫僧想暂时离开白塔寺一段时间，为寺里的灾民化缘一些粮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那明空就替受难的百姓谢净云法师了。傻小子啊，这2天没见那疯丫头来找你啊？嗨，这事儿啊不怪我。那天啊，我骗她说我出家了，结果呢，嘿，她还真出家了。阿弥陀佛，你后悔了吧？我后啥悔啊？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她。哼，鲁智成，还算你有良心。哎，你还真剃度了？啊，好好好，哎，你们聊，你们聊。哎，师傅，师傅，哎，我有事，我有事，你别走。嗨，我告诉你，我差一点还真剃了，还好师傅让我带发修行。哎，你还骗我！我问过寺庙里面的人了，原来你是俗家弟子，就你骗我，我跟你没完！哎，杨文凤，哎，你干什么你？你放下！我，哎，站住！别跑！有谁还想和净明比试刀法吗？没有了是吗？好，老衲宣布。方丈，净觉，怎么？你想和净明比试刀法？非也，非也。如此这般，是也。我认为净明他虽然刀法精妙，却有勇无谋。如需要谋略之时，恐自卫队又陷于不利之地。哦，你的意思是？哎，你啥意思啊？净觉不才，曾饱读兵书战策，精通《孙子兵法》和36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易经八卦，兼修奇门遁甲，能观今生，看来世。虽比不上诸葛在世，却也算得上是个凤雏庞统。
敬爵不才，愿毛遂自荐做自卫队军师。好，你们一快一慢，一文一武，2个人配合，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哎，别，方丈，他这整天说的啥我也听不懂，这回头每天叽叽喳喳的，那不得把人烦死啊！你，敬明啊，敬爵是你的师兄，他识文断字，熟读兵法，以后碰到事，你要问问他才是啊。是方丈。好，老衲宣布，敬明为自卫队的队长，敬爵为自卫队的军师。好。大家看到了吧？这青龙偃月刀是咱们白塔寺镇寺之宝。这把刀是三国名将关羽的兵器。相传关云长凭此刀闯5关斩6将，立下赫赫战功。后来，该刀为关家所世传，直到北宋末年。传至关胜的手里，关胜用这把刀屡次击败金军。可知济南知府刘裕收受了金军的利诱，他杀了关胜，献了城池，投降了金军。关胜后人为此彻底淡漠功名，贴此刀上白塔寺。出了家，正是这样，青龙偃月刀才成了白塔寺镇寺之宝。师傅，原来这是关圣人的刀啊！非也，非也，《三国演义》冷艳剧及青龙偃月刀，长95寸，重82斤。不错，你说的很对，传说中是这么说的。但是，真正的青龙偃月刀。就是这把，它是天降的陨石所造，能克世间万物，削铁如泥，吹毛立断。哎，方丈，快让我们开开眼啊！来，雾音。是啥？青龙偃月刀，任你为新刀主。老衲要你发誓，刀在人在，刀亡人亡。敬明发誓，刀在人在，刀亡人亡。阿弥陀佛。清水君はどう思った？偽物だ。偽物？見なくて結構。本当の宝物は白当時3代住職が続いて血で書いた華厳結経だ。華厳経だ。そうだ。もうこれ以上宝探しに手を出さないでほしい。軍に戻ればいい。そしてもう無関係の民を殺してはいかん。軍人の栄光は民じゃなく敵に勝つことこそ本当の栄光だと私は思う。立場違うから戦争の厳しさは分からないぞ。
我々大日本帝国の力を全てを出す中国を征服するんだ。もうこれ以上寺の僧侶たちを殺さないでほしい。日本では本当に出家したわけではないですが、命を大切にする心を持っている。なぜ都はお前に気に入ってるのか。正直言えばお前のはな、全く日本人じゃない。君は都を愛していない。もう彼女の名前を言うな。なぜお前の妻になってからすぐに亡くなったのか。最初からその病気が分かってた。必死に君に勝ったのも最後まで彼女と一緒にいたかったんだ。柳生君、もうここまでだ。君に愛が分からん。お前はな、全く違う人間だ。気には入ったぞ。そうですね。離れてから長い間です。帰りたいのです。この稲を全部没収する。借りる前にしっかりと警備しろ。中国人が自由に借りさせるな。了解です。ああ、そうだ。船戸に伝える。人手をもっと出せ。稲を守る。用があるから、いずれのミスもするな。好。哎，田英啊，这魏红军和傅卫国真是厉害，这枪这么快就修好送来了。啊，坐。到底是喝墨水的人不一样啊。他们不是专家吗？他们要是不行的话，那谁行啊？那倒是。哎，田英啊，你这次回去顺便去趟白塔寺。看看他们自卫队怎么样了？我去啊。他们寺里好像不欢迎单身女客。唉，你这不顺路吗？再说你还带着柱子，那他不是个男的？那行，那我去吧。哎，遇见了方丈，提醒他一下，现在粮食啊快熟了，小日本啊肯定把眼睛瞪得溜圆，啊。知道了。哎，方丈，哎。老总，谁让你割皇军庄稼了啊？不要命了是吧？老总，冤枉了！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稻田呐！少跟那边！老总，冤枉了！这真是我们家地呀！老总，去！这真是我们家的地呀！老总，施主好。嘿嘿，臭小子，看看这是什么？姑姑。嘿嘿，拿着。谢谢施主。专门给你刷的，去吧。哎呀，这个小机灵鬼啊，当时被人扔到寺庙门口的时候，瘦得像只小猫，真是太可怜了。幸亏静慈啊，把他给拉扯大。哦，那师傅，我去给他做点好吃的。清明，方丈让你马上去一趟，走吧。哎。
伸出来。你轻点，我怕疼。以后还敢不敢贪玩？不敢了，师傅。以后还敢不敢口出狂语？不敢了，师傅。写字去吧。是。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方丈，您找我？景明啊，在。自卫队训练的怎么样啊？今天悟神师傅教了我们金刚伏魔阵，比18罗汉阵厉害多了。好，很好。景明啊，今天我把你叫来，是告诉你一件事：庙里的稻子熟了，要组织人尽快的收割，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方丈，恐怕来不及了。今天小鬼子都已经开始巡逻了，见着收稻子的老百姓啊就打。能避则避，不能跟日本人发生正面冲突。可是，这不动手怎么行啊？小鬼子不让咱们收粮食，咱寺里这2天喝的粥都照出人眼来了，怎么办呢？景明啊，在。今晚你就组织自卫队去抢收粮食，粮食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知道了，我去跟师兄弟们说一声。对了，你去告诉悟辰，叫他马上做饭，吃了饭以后，天一黑，大家马上抢收。好嘞。红颜，让我看看。还疼吗？不疼了，师傅。给。谢谢师傅。以后做功课的时候不许贪玩。
沈本君，昨天你的枪法可真臭！你敢侮辱我？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你看我法子，看谁先打中小和尚。快，走，走。这是我先打的，这是我的。快走！快走！小心点啊！哎，好。哎，政委，你看，白塔寺。好，咱们朝近路上去。好，走。是啊，红远被鬼子杀了。啊！方丈，在这儿呢。 君子啊，你别太自责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那2个日本兵的果报啊！你替天行道，佛祖是不会怪罪你的。 方丈，小鬼子不是人，咱不能再对他们仁慈了。师兄弟们，红远不能白死，咱们得替他报仇。
对，不好！景明啊，莫要口出狂语，不要满心杀机，本寺四规。什么本寺四规啊？都啥时候了？非要等到白塔寺被烧成灰了，你没有四规，它不成方圆。哎，经理，这没你说话的地方，走。哎，政委，咱们还是走吧。魏厂长和副厂长让我保证你的安全，可是寺里现在好像也不太安全，我怕。不行，这个时候小鬼子很有可能趁机报复白塔寺，我们不能走。可是这……你怎么来无影去无踪的，跟个鬼一样？你要吓死我了！让院长受惊了。哎，院长，我上次托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吧？哎，先坐下再说。北平军统站通过在日本的派出机构查了一下，日本的唐招提寺并没有法号净明这个人。这就对了。可他对佛法和文物为什么这么精通？难道他只是一个信佛的日本文物贩子？上峰指示，在不干扰和影响我们工作的前提下，不要管他。好。不过现在日本人已经开始了夜盗佛宝的行动，我们可以趁机把水搅浑，然后来个浑水摸鱼。快关门！日本兵来了！快！日本人来了，关门还有用吗？哎，总比开着门好啊！快，向监寺和静明汇报。哦，你不能走。我又不是白塔寺，那也不能走。谁让你住在白塔寺的？走，往后退。走。仔细看看是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他呢？也不是。说，这3个里面，一个也没有吗？3个都不是，都没有。你过来。小和尚，回去告诉你们老和尚，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交出杀害皇军的凶手，要不然。连队长就学习你们白塔寺，你得明白。不，半炷香。嗨，让他走吧，他只是个游方僧人。滚！方丈，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方丈，方丈，不好了！不好了！日本兵进寺了！什么？他们抓住了竟然和洪德，只有半炷香的功夫，点名要交出杀了日本兵的那个人，要不然怎么样？就要血洗白塔寺了！啊！
师傅，此孽障由我引起，让我出去吧。大师兄，交给我冲你来了，赶紧躲躲吧。方丈，鬼子是我让师兄杀的，我去。不，师傅，让我出去。别吵了，无因无果。在，马上去保护华严经。是。经此，天谕你们马上进密道。师傅，保寺院要紧。别说了，师傅，让我去。吴尘，马上把他带到密道里面去。师傅，走。师傅，走，放开我，让我去。进去。放开我，让我去。进去，让我去。连队长，快烧白竹香了，我杀了他。慢着，我们先礼后兵。如果他们再不把人交出来，我们再杀他，佛祖也不会怪罪我们的。连队长，那白竹香都烧尽了。战斗军，走。不能，要杀就杀我！小和尚想死是吧？黄泉路上太挤，我一个一个来，我要一个一个玩死你们！方丈，救救他们吧！师傅，救救他们吧！救救他们吧！小鬼子，有种都冲我来！方丈，救救他们吧！方丈，王八蛋！出来吧！我要一个一个的折磨死你们！想死？慢慢的来，一个一个的来。小和尚。方丈，红元已经死了，咱不能再让小鬼子把洪德还有静然他们给折腾死，救救他们吧！救救他们吧，方丈！小和尚们，我看你们有多少人可以死？你们的方丈是个胆小鬼！方丈，我去，我也去，我也去！敬明，站住！作为白塔寺弟子的话，一个都不许去。王八蛋！方丈，博鲁之城不是出家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敬明不能去任何人。敬明，哎，你们不能去啊！哎呀！八哥，施主，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佛祖面前，佛祖保佑我白塔寺众僧生命安全。阿弥陀佛。施主，阿弥陀佛。施主，我们白塔寺是佛门重地，这儿没有坏人，没有坏人呐！老和尚，你们寺里的和尚杀了我们的皇军，不交出凶手，一律死了！别！我们连队长的意思，第一，交出凶手；第二，为我们天皇的士兵超度亡灵；第三，作为赔偿，交出华严经与青龙偃月刀。不然，施主，
白塔寺的和尚都是吃斋念佛的，几百年了，他们绝不会杀生，更不会杀害你们了。哎，没有的事，你可能是误会了，误会了，误会。哎呀！大和尚，你就说了吧，可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不说，我这条狗命就没了。当时他还有他们可都在啊！再胡说，我砍了你！就是他们啊！好啊，老和尚，既然你们不答应，那这就是下场。师兄弟们，小鬼子不是人，杀他们不算杀生，摆阵！住手！住手！任队长，八个，谁让你开枪？我这是在比武。